天生殘缺的少年被當成怪物，他用一場看似溫和的讀書遊戲，瞬間掌控了心懷鬼胎的看護，而那個與他同病相憐的男人，正一步步走向命運的深淵。有些靈魂從出生起就是殘缺的，因為這種與生俱來的異樣，連最親近的人都覺得他是怪物，甚至連多看他一眼都覺得惡。但如果能有辦法讓這顆殘缺的靈魂變得完整呢？道賢突然從夢中驚醒，看着空蕩蕩的病房，他知道有些事已經無法挽回了。道賢根本無法接受這個現實，他掙扎着走下病床，想要親眼去確認真相。可當他推開那扇門時，眼前的景象讓他徹底傻眼。病房裡已經亂成了一團，醫生們正在拼命搶救，而躺在床上的那個人正是灰星。一次又一次的電擊，卻根本喚不醒沉睡的人。看着這絕望的一幕，道賢徹底崩潰了。在這家高級醫院裡，凱莉在病房門前猶豫了很久，要不是看在巨額報酬的份上，她根本不會接下這個麻煩。此時病房裡的道賢只是安靜地坐在床上看書，凱莉迅速收拾好情緒，笑着走上前打招呼，甚至主動提出陪她一起讀。可誰能想到，這溫柔關懷的背後其實另有圖謀。看着眼前的道賢，凱莉心裡卻直犯嘀咕，明明是個長相漂亮的孩子，為什麼自己會本能地感到排斥？其實護工之間早就流傳着謠言，說這個叫道賢的孩子是個怪物，給再多錢都沒人願意照顧。起初凱莉根本沒當回事，只覺得這孩子是個受害者，可實際相處下來，她才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就在氣氛有些壓抑時，道賢突然笑着說想玩遊戲，還主動分好了角色。道賢說自己要當辛克萊，而讓凱莉扮演克羅莫。聽到這個安排，凱莉心裡頓時咯噔一下，這孩子到底在暗示什麼？看着眼前的道賢，凱莉整個人都看呆了。他念出台詞的那一刻，簡直就是書裡的辛克萊本人。這種超乎常人的信念感，讓整個病房的氣氛瞬間變了。道賢用近乎哀求的語氣，把一個被威脅的孩子演得活靈活現。最可怕的是，只要這個遊戲一開始，凱莉就完全被帶了進去。他甚至覺得自己不再是自己，在這個孩子面前，他只能順着道賢的引導，一步步變成他想要的那個角色。就在凱莉越陷越深的時候，道賢突然剧烈咳嗽起來，主動叫停了今天的遊戲。這一下可把凱莉從詭異的氛圍裡拉了出來。看着道賢恢復了平常的樣子，凱莉只覺得後背發涼，剛才那種被牽着鼻子走的感覺，就像是被什麼東西附了身。還沒等他緩過神來，病房的門就被推開了。醫生走進來詢問起道賢的近況，問他最近有沒有按時去公園散步。道賢乖巧地回答了一切正常，可醫生接下來的話卻讓病房裡的氣氛再次變了。他今天過來其實是帶來了一個新消息，醫生提到的這個消息和另一個病人有關。他問道賢還記不記得之前提過韓國有個症狀一模一樣的患者。道賢點了點頭。醫生接着說，因為聽說了道賢的治療情況，那個病人決定轉院過來，大概下周就會到。聽到這裡，道賢猜到對方的病情一定是惡化了，醫生也沒有否認，還特意提到那個患者和道賢一樣也是英國人，問他到時候想不想見一面。看着手機裡父母發來的道歉短信，道賢心裡很不是滋味，因為工作太忙，他們終究還是沒辦法來陪他。道賢頓時沒了散步的興致，轉身準備回病房。走着走着，他突然想起了醫生說過的那個新病人，算算時間，對方應該也快到了。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旁邊突然傳來一陣動靜。道賢抬頭一看，一個男人正痛苦地捂着胸口，步履蹣跚地走過來。這個男人正是剛剛轉院過來的灰星。誰能想到兩個同病相憐的人會以這種方式相遇，而他們的命運也從這一刻開始徹底交織在一起。看着眼前痛苦倒地的男人，道賢急忙衝上前去，眼看對方臉色慘白，他轉身就想去喊醫生，可還沒來得及邁開腿，灰星卻死死拽住了他，咬着牙不讓他叫人。道賢勸他趕緊回醫院，灰星卻態度堅決，只求道賢把他扶到長椅上。緩過一口氣後，灰星主動開口道謝，沒想到在異國他鄉能遇到同胞。聽到對方報出名字，道賢這才反應過來，眼前這個虛弱的男人居然也是韓國人。道賢也報上了名字，得知彼此是同胞，灰星顯得十分高興。道賢忍不住好奇地詢問他到底得了什麼病。灰星無奈地笑了笑，說自己得了一種罕見怪病，全世界也只有2個病例。道賢心中猛地一陣，立刻反應過來，眼前這個人就是醫生提過的新病人。可道賢想不通，為什麼這個人沒有避開他？見道賢沉默不語，灰星以為自己讓他不自在了，便主動提出讓他先回去。道賢趕忙搖頭否認，反過來問他是不是不自在。灰星忍不住笑了起來，說自己怎麼會討厭一個孩子。這句話在道賢心裡掀起驚濤浪潮，連親生父母都嫌棄他是怪物，可眼前這個陌生人為什麼一點也不排斥他？就在兩人聊得投機時，道賢的手機突然響起，電話那頭傳來護工焦急的催促，責怪他怎麼又偷偷跑出來散步。雖然道賢心裡有些不捨，想和灰星多待一會兒，但也只能乖乖答應回去。掛斷電話，灰星看出了他的無奈，主動提出陪他一起回病房。可讓人沒想到的是，進了電梯一問，灰星居然也住在7樓，而且病房只有幾步之遙。這突如其來的巧合讓道賢有些意外。兩人一前一後走出電梯，看着灰星的背影，道賢心裡其實很沒底。他害怕這份溫柔只是暫時的，擔心對方遲早會像其他人一樣，最後選擇疏遠他。就在他胡思亂想時，灰星笑着轉過身，熱情邀請他隨時來串門。聽到這句話，道賢心裡湧起一陣暖意，乖乖答應了下來。沒過多久，灰星正在病房裡休息，房門突然被推開，抬頭一看，居然是道賢抱着書，有些局促地站在門口。灰星熱情地招呼道賢坐下，
道賢也很聽話，找了個位置坐下後，便徑直翻開書讀了起來。這下可把灰星給整不會了，本以為這孩子是來找他聊天的，結果一坐下就開始苦讀。灰星試探着問：“看書真有那麼好玩嗎？”道賢有些疑惑地反問：“難道不好玩嗎？”看着道賢認真的模樣，灰星只能硬着頭皮配合，直誇這書確實挺有意思。為了打破尷尬，灰星主動聊起了家裡人，說像道賢這個年紀的孩子，大多都愛去戶外跑跑跳跳，自己家那個同歲的弟弟就一點也坐不住。聽到這裡，道賢難得起了好奇心，問起了灰星家裡的情況。灰星也笑着分享起自己和弟弟的日常。道賢一開口就直戳痛處，說如果弟弟長得不像灰星，那肯定不可愛。灰星聽了哭笑不得，直呼這孩子說話太扎心。道賢接着追問：“那你們的關係好嗎？”灰星猶豫了一下，有些無奈的坦白：“其實弟弟很討厭他。”聽到這個回答，道賢看着手裡的書，心裡卻忍不住想，要是灰星是自己的親哥哥，那該有多好。道賢有些不解地問：“既然這樣，為什麼你還那麼喜歡他？”灰星笑了笑，問他有沒有見過剛出生的嬰兒。其實以前的灰星最討厭小孩子了，總覺得他們又吵又鬧。直到弟弟出生的那天，他順路去醫院看了一眼，誰能想到就是那一眼徹底改變了他的想法。那個剛出生的小生命，雖然皮膚紅紅的，整個人又小又皺，但在灰星眼裡，那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甚至覺得在那一刻，自己看到了那個嬰兒的靈魂。雖然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這就是他的真實感受。道賢只是安靜地聽着。灰星接着感嘆：從看到弟弟的第一眼起，他就知道自己這輩子都沒辦法不去愛這個孩子了。可道賢卻有些不解，直接問了一句：“既然你這麼愛他，為什麼他還會討厭你呢？”這話一出口，道賢就後悔了，趕緊捂住嘴巴，生怕戳到了灰星的痛處。灰星卻一點也沒生氣，反而笑着安慰他沒關係。接着又看着道賢說：“因為現在這裡不是還有一個喜歡他的弟弟嗎？”聽到這句話，道賢整個人都愣住了。他怎麼也沒想到灰星會把他當成親弟弟一樣看待。聊着聊着，灰星主動問起道賢，除了看書，還有沒有其他想玩的，自己可以陪他一起。道賢卻淡然地回答，自己從小就一直住在醫院，除了看書，根本不知道還能玩什麼。聽到這番話，灰星心裡很不是滋味。他怎麼也沒想到，這個看起來乖巧的孩子，竟然一輩子都沒離開過病房。灰星剛想伸手安慰兩句，病房的門突然被推開了，醫生拿着病歷走了進來。見兩人聊得正歡，醫生笑着感嘆，能有同病相憐的人互相陪伴，對病情肯定大有好處。可這話一出，灰星猛地反應過來了，眼前這個叫道賢的小孩，不就是醫生之前提到的那個病人嗎？發現自己被蒙在鼓裡，灰星當場就吵了起來，指着道賢要一個說法。道賢也只能心虛的低聲解釋。站在一旁的醫生直接看傻了，合着這倆人聊了半天，連對方的身份都不知道啊。道賢趕緊小聲解釋，自己真不是故意要隱瞞的，只是還沒來得及說，醫生也在一旁打圓場，連連向道賢道歉。可灰星還是有些懷疑，盯着道賢追問他還有沒有別的秘密。道賢一臉無辜的表示，自己天天都待在醫院裡，能有什麼秘密瞞着他？看灰星不說話了，道賢反倒主動出擊，問灰星是不是也有事瞞着他。這下輪到灰星慌了，急忙擺手否認，甚至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怎麼反倒變成自己被審問了？就在兩人爭執不下時，護士推門進來，準備給灰星換藥。可還沒等要換好，護士突然發現有些不對勁。護士突然問他是不是那個有名的小提琴家，第一次見到名人。護士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不是應該找他要個簽名。看着灰星一臉尷尬的樣子，道賢可沒打算就這麼放過他。他盯着灰星，直接戳穿了對方的謊言。你之前不是還口口聲聲保證自己什麼都沒瞞着嗎？這下輪到灰星徹底沒話說了，只能在一旁尷尬的傻笑。灰星趕忙向道賢解釋，自己絕非有意隱瞞。為了脫身，他甚至提出扯平的說法。既然道賢此前也隱瞞病情，那兩人便算互不相欠。可道賢根本不吃這一套，堅定表示自己絕沒有撒謊。看着道賢氣呼呼的模樣，灰星只能無奈嘆氣。隨後他向道賢吐露心聲，自己已經整整1年未碰小提琴。說來詭異，以前他越是拉琴，身體垮得就越厲害。起初還以為是錯覺，直到醫生出面警告禁止出琴。但灰星心裡很清楚，病痛不過是借口，自己只是找個理由逃避罷了。灰星向道賢耐心解釋，隱瞞身份只是覺得並不重要。道賢有些困惑地追問，難道你真的不喜歡小提琴嗎？灰星自嘲地表示，自己並非因熱愛而拉琴，如今更是毫無留戀。聽聞此言，道賢大惑不解，究竟怎能堅持做厭惡之事直至成？灰星只能嘆息道，大人的世界本就複雜難懂。道賢卻堅定搖了搖頭，直言灰星分明是在口是心非，明明深愛卻裝作冷漠。看着灰星愣在原地，道賢坦言自己也有挚愛，那就是演戲。更詭異的是，他越是演戲，身體惡化的就越猛烈，可他依然無法割捨這份熱愛。因此他堅信灰星對小提琴也是同等深情，他堅信自己不会看錯。灰星內心深處依舊深愛着小提。話音剛落，畫面瞬間切入經典悲劇《麥克白》。故事中女巫的神秘預言指向至高王位，聽信預言的麥克白夫婦徹底被貪婪慾望吞噬，最終決定下手刺殺國王，奪取權柄。然而肆意踐踏禁忌的代價，又豈能輕易償還？道賢瞬間一秒入戲，瘋狂擦拭雙手，模仿麥克白夫人。他聲嘶力竭地吶喊：快消失吧，這該死的污點，我不是警告過你了嗎？突然間動作骤停，他猛然轉過頭來，臉上綻放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誰能想到那個老國王的身體裡竟然能流出這麼多血？這一幕直接把灰星看傻在床上，眼前的病房仿佛化作無邊血海。
灰心喃喃自語道：“這簡直是瘋了。”此刻的道賢宛如惡魔附身，緊接着他又沉浸在劇痛中，發瘋求饒：“求求你快停下，我的國王，請快停下吧！”道賢越演越深，甚至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嘴裡不斷胡言亂語：“要是害怕，就會毀掉一切。”話音未落，他整個人重癱倒在地上。灰心嚇得面色大變，立刻衝上前將他緊緊扶起，急切詢問他究竟怎麼了。明明知道只是演戲，但剛才的絕望感實在太真實，真實的讓人膽戰心驚。看着灰心焦急萬分，道賢卻瞬間抽離角色，笑着問他是不是真的嚇壞了。灰心長嘆一口氣，坦言面對這種怪物級演技，誰都不可能扛得住。灰心徹底妥協，表示這一局算你贏了。說罷，他站起身走向櫃子，櫃子緩緩拉開，一把小提琴靜靜躺在其中，凝視着琴身。灰心心中百感交集，甚至開始懷疑那些遠離音樂的日子，自己究竟是如何熬過來的。這一刻，他不再逃避，緩緩拿起小提琴，當着道賢的面拉響琴弦。激昂的琴聲瞬間炸裂，道賢整個人瞬間聽呆，他能清晰感受到那琴聲中壓抑已久的渴望與狂熱。兩人的猜想全都沒有錯，無論是灰心還是道賢，他們本質上完全一樣。絕美的琴聲如同一道紐帶，將兩個孤獨的靈魂緊緊繫在一起。琴聲響起的同時，病房內憑空迸發出萬丈強光，突如其來的異象讓兩人措手不及。光芒中傳來一道古怪的聲音，驚呼終於找到了這兩個特殊的靈魂，甚至慶幸自己沒有白跑一趟。面對這團未知的神秘光球，灰心下意識將道賢擋在身後，嚴密提防危險。神秘聲音笑着解釋，自己平時無法干涉人類，讓他們無需過分緊張。道賢卻敏銳捕捉到關鍵詞，當即追問對方所謂的平時究竟是什麼意思。神秘聲音哈哈一笑，搪塞過去，隨即自稱是靈魂的調音師。調音師這個怪異名號讓道賢愈發感到困惑。光球仿佛能窺探人心，直言若覺的別扭喊他光團也行。道賢神色警惕，質問對方是否讀取了自己的心聲。光球漫不經心地表示自己絕非故意為之，只是那些念頭會自動飄進來。聽到這裡，道賢開始暗自思索，對方口中特殊的靈魂究竟所指何物？自己與灰心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患上了同一種無法治癒的怪病，難道這病竟與靈魂息息相關？還沒等他理清頭緒，光球就笑着誇讚他心思敏捷，一語道破天機。光球接着示意他們放寬心，今日前來只是想心平氣和地談談。灰心依然眼神冷冽，厲聲質問：“你到底想談什麼？”光球接下來的話卻如利刃般直刺兩人痛處，他表示：“你們兩個生來就被世間萬物排斥。”道賢不敢置信，追問對方這究竟是何含義。光球神色嚴肅地解釋，因為他們兩人生來靈魂就是殘缺不全的，這世上的萬物皆有靈性，且每一個生命在誕生時都是完滿的，唯獨極少數異類會在降生時帶着不可逆的靈魂缺陷，而這罕見至極的突變恰好降臨到了他們兩人身上。聽到這個殘酷真相，道賢瞬間幡然醒悟，難怪連親生父母都對他厭惡至極，難怪護工換了一批又一批，誰都不願多留一天。曾經他總是傻傻期待，希望下一個人能善待自己，牽起他的手。道賢心中滿是無盡苦澀，難道從小到大經受的折磨僅僅是因為自己的靈魂與眾不同嗎？光球繼續揭露真相，難怪世上無一醫生能查出病因，因為這根本不是肉體的病變，而是他們的靈魂在不斷消散，導致肉身無法支撐。為了能在世間強行活下去，他们的身體只能異常進化，使他們在特定領域擁有了毀天滅地的驚人天賦。每當他們展現這份極致才藝時，殘缺的靈魂便會在短時間內趨近完整，這正是他們肉體本能的瘋狂自救。道賢聲音發顫地追問：“那我們接下來究竟會怎樣？”光球直言不諱地斷言：“若未遇到他，兩人遲早會因肉身崩潰而死，但現在一切都有了轉機。”灰心眼神冷峻地質問：“那你究竟為何要來找我們？”光球笑着回答：“因為你們的存在早已打破了這個世界的秩序平衡。”光球開門見山地坦白，作為維護秩序的調律者，他的職責本是剝離殘缺靈魂，那對人類而言便意味着徹底死亡。不過近期他剛好尋得了一個全新突破口。灰心再也無法忍受廢話，厲聲喝止，讓他切入正題。光球這才慢條斯理地透露，如今無需死亡也有辦法，既不破壞秩序，又能讓殘缺靈魂重歸完美。聽到一線生機，兩人剛準備鬆一口氣，光球接下來的話卻瞬間將他們推入萬丈深淵。光球玩味地補充道：“不過這個救贖的名額，你們兩人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夠做到。”聽到這殘酷的條件，灰心忍不住追問：“為什麼只能活一個？”光球卻嘲笑他們貪心，能救下一個就已經是奇蹟，而且你們的運氣非常好，兩個殘缺的靈魂能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空間，這概率低得無法想象。更難得的是，你們的靈魂屬性極度契合，甚至能產生共鳴。光球興奮地解釋，只要用其中一人的靈魂去填補另一人的缺陷，這樣一來，兩人的靈魂將會融合，雖然能保留自我意識，但會以主導者為核心，你們誰都回不去從前了。光球催促他們快做決定，因為就在剛才，他們靈魂的裂痕又加深了。道賢聽得一頭霧水，不明白這和才能有什麼關係。光球解釋說，超乎常人的獨特領域可不是白白得到的，每次使用才能都是在給身體施加巨大負擔，用得越多，崩潰得越快。剛才兩人的共鳴直接讓靈魂溢了出來，這等於是在自減壽命。道賢緊張地追問，到底縮短了多少壽命？光球看了看兩人，直言道賢的情況還好，真正麻煩的是灰心，因為剛才強烈的共鳴，灰心損失了大約1年壽命。照這個速度下去，他恐怕連今年都撐不過去。
聽到這殘酷的結論，道賢徹底陷入了自責，要不是自己逼灰星拉情，對方也不會被推向死亡邊緣。看着局促不安的道賢，灰星卻沒有半點責怪，反而輕聲安慰他，這一切都是自己的選擇，明明是自己害了對方，對方卻還在安慰自己。道賢心裡很清楚，這責任必須由他來承擔。道賢不再猶豫，轉向光球大聲喊道：“請救灰星哥！”灰星這下徹底急了，急忙開口想要阻止。道賢突然提起灰星的弟弟，直言灰星還有在乎的家人，而且灰星是有名的小提琴家，能在別的地方被認出來，就說明灰星真的很厲害。灰星有些煩躁地打斷他，不明白道賢到底想說什麼。道賢看着眼前的灰星，語氣十分平靜：“灰星哥有很多不能失去的東西，而自己什麼都沒有，也從來沒有擁有過什麼，所以還是讓灰星活下去吧。”道賢輕輕拉住灰星的手，比起任何事情，他更希望灰星能活下去，因為在他眼裡，灰星哥是個很好的人。灰星整個人都愣住了，他怎麼也想不到這種話會從一個小孩子嘴裡說出。還沒等他們理清思緒，光球又開始催促，問他們是否現在做決定。光球冷酷地提醒：時間拖得越久，身體就會崩壞得越厲害。不過現在還剩一點喘息時間。灰星立刻抓住機會追問到底還能撐多久。得知大約還有1周後，他果斷提議推遲決定。看在灰星態度堅決的份上，光球破例答應了請求，隨即憑空消失在原地。致命的抉擇暫時被按下暫停鍵。灰星的態度非常明確，他絕不踩着這孩子的犧牲活下去。與其現在做殘忍的選擇，不如等1周後，逼問光球有沒有第3種解法。道賢有些迷茫，在這個冷酷的世界裡，真的會有兩全其美的辦法嗎？灰星安慰他多想無益，至少在這一刻他們還在一起。與其整天沉浸在焦慮裡，不如好好利用這爭取來的1周。灰星轉頭看向道賢，問他有沒有看過現場話劇。說幹就幹，灰星直接帶道賢走出醫院，站在宏偉的劇院門前。道賢別提有多高興了。買完票坐進劇場，舞台上的燈光亮起，演出正式拉開序幕。看着台上演員的表演，這個熱愛演戲的孩子，整顆心瞬間被吸引了過去。這還是道賢第一次坐在台下看別人演戲，演員們生動的聲音和表情，讓他整個人都看呆了。原來這就是真正的劇場。看着道賢專注的模樣，灰星在一旁欣慰地笑了。看來帶他出來是正確的決定。看完話劇，走出劇院，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灰星特意帶他去買熱騰騰的小吃，看着手裡的美味，道賢高興得直歡呼。可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轉眼間天色已晚。道賢有些不捨地拉住灰星的衣角，但他們必須回醫院了。道賢忍不住嘆氣，為什麼快樂的時光總是這麼快？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指着路邊的一張長椅，這裡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當時灰星身體虛弱，多虧了道賢在一旁照顧。灰星笑了笑，提議過去坐坐。等道賢坐好後，灰星突然在包裡翻找起來，在道賢疑惑的注视下，他竟然拿出了那把小提琴。灰星看着琴，輕聲說：“他們已經分開了太久，以後他再也不會逃避了。”灰星正式向道賢宣告：“歡迎來到小提琴家灰星的獨奏會。”看着灰星擺好架勢，道賢興奮地鼓起掌來，隨着琴弓在弦上躍動，悠揚的旋律在夜空中徹底傳開。這琴聲自由而熱烈，就像是燃盡一切的落日，無比燦爛。道賢坐在一旁，整個人都聽得入神了。一曲終了，灰星緩緩放下小提琴，平復着有些急促的呼吸。還沒等他開口說話，四周突然響起了掌聲。兩人頓時都懵了，轉頭一看，周圍不知什麼時候圍滿了行人，大家都在為這首曲子熱烈的鼓掌歡呼。看着周圍越來越多的人，灰星有些慌了，他可不想在這裡被認出來，惹上不必要的麻煩。還沒等道賢反應過來，灰星一把拉起他，抱着琴盒就往回跑。兩人一路狂奔，終於趕在被圍堵前跑醫院。雖然累得不行，但看着彼此狼狽的樣子，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然而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回到醫院後，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約定的期限也越來越近了。灰星把自己的定制小提琴直接送給了道賢，看着眼前的琴盒，道賢有些不敢相信，灰星卻說得雲淡風輕，直言這只是他想送而已。面對灰星無微不至的關懷，道賢心裡五味雜陳，他輕聲說道：“哥哥對自己這麼好，會讓他產生不該有的期待。明明自己是個隨時可能死掉的人，可現在他卻開始渴望活下去了。自從遇到灰星之後，那些一起度過的日子，美好的就像一場夢。這也讓道賢第一次覺得，原來活着是一件這麼有趣的事情。”道賢神情嚴肅地看着灰星，說出了自己最後的決定。他直言，如果灰星拒絕接受他的靈魂，那他就選擇和灰星一起死。病房裡一下子安靜了下來。道賢本以為灰星會生氣，可沒想到灰星卻答應了。灰星笑着說道：“能聽到這個曾經一無所有的孩子說出期待未來這樣的話，對他來說就已經足夠了。”聽到灰星的回答，道賢輕聲向他道謝。可還沒等他們多說幾句，一陣強烈的困意突然襲來，道賢慢慢閉上了眼睛。話還沒說完，道賢突然身體一軟，直接倒在了灰星懷裡。還沒等灰星弄清楚狀況，那個神秘的光球再次憑空出現。原來是光球故意讓道賢睡過去的，免得他打擾接下來的對話。看着昏睡過去的道賢，光球轉頭看向灰星，問他是不是真的不打算改變主意了。面對這關乎生死的質問，灰星什麼也沒說，只是保持着沉默。畫面一轉，時間
回到了整整1周前。那時候灰星獨自坐在病房裡，似乎在做着某個艱難的決定。灰星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病房裡，試探着呼喚那個神秘的光球。隨着一道亮光閃過，光球再次現身，嘴裡還忍不住抱怨，覺得灰星把他當成了隨叫隨到的跟班。可灰星根本没心思開玩笑，他神色凝重地打斷光球，說出了自己的請求：1周之後，請救活道賢。聽到這個決定，光球有些無奈，直言他們2個真是一個比一個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灰星卻自嘲地笑了笑，他怎麼可能不想活下去？重新拿起小提琴的那種滾燙溫度，至今還在他的血液裡沸騰。甚至在得知自己有活下去的希望時，他腦海裡已經開始憧憬那個有道賢陪伴的未来了。可是當灰星想到道賢之前說的話，那個孩子覺得自己一無所有，所以死不足惜。灰星覺得這根本不對，那絕對不該是那個孩子的結局。他希望有一天道賢能擁有很多很多東西，多到雙手都拿不下，甚至在生命盡頭会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他想給道賢一個真正的人生。灰星看着眼前的光球，故作輕鬆地解釋道：“自己已經活得夠久了，都28歲了，吃過的美食比道賢多得多。那孩子甚至連炸雞都沒嘗過，在道賢的世界裡，除了醫院就什麼都沒有了。他甚至從沒提過要去哪裡玩。雖說兩人同病相憐，但灰星還是想把這個機會留給他。在灰星看來，讓那個孩子就這麼死去，實在是太不公平了。”看着眼前這個人類，光球突然開口問起了他的真名。灰星沒有猶豫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在答應灰星的請求之前，光球決定送他最後一件禮物。他要暫停灰星靈魂的倒計時，讓他能在這最後的1周裡不再受靈魂崩壞的折磨。光球讓灰星好好享受這最後的時光。灰星由衷地向他道謝，也正是因為這份禮物，他才能在這1周裡毫無顧忌地盡情演奏。光球忍不住問灰星：“真的確定要這麼做嗎？”灰星反問：“難道要他踩着那孩子的犧牲苟且偷生嗎？”光球嘆了口氣，提醒他要是不告而別，等道賢醒過來，恐怕會怨恨他一輩子。灰星看着熟睡的道賢，自嘲地笑了笑，說自己可不想被那孩子討厭，但他還是拜托光球，能不能把帶走他的時間往後推幾個小時。光球有些好奇問他這是為什麼。灰星輕聲解釋道：“要是道賢一睜眼，發現身邊躺着一具冰冷的屍體，該有多絕望？這會成為那孩子一生的陰影。他只希望能親手把道賢送回房間，讓他像平時一樣好好睡上一覺，然後平平安安地醒來。”聽到灰星這番話，光球也不禁感嘆。直到最後這一刻，灰星心裡想的居然全都只有道賢一個人。在他眼裡，灰星就像是熱烈燃燒的落日，而道賢則像是寧靜無垠的天空。如果不是因為2人的共鳴如此完美，靈魂融合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能互補到這種程度的靈魂，簡直是天文數字般的巧合。灰星聽完笑了笑，說自己一開始也以為這只是個巧合，但現在他覺得他和道賢之間，比起巧合更像是命中注定。光球調侃他真是太感性了，不過他也承認，也許灰星是对的，在這個世界上確實會發生這種奇妙的事情。當無數無法複製的巧合堆疊在一起，就會形成一種違背命運卻又順應命運的奇蹟，而這正是人類口中所說的命運。灰星看着熟睡的道賢，忍不住調侃起旁邊的光球，說他其實還挺善良的。光球傲嬌地反駁道：“他只是覺得沒必要，對一個快要死去的靈魂太殘忍。”灰星笑了笑，拜托光球先把道賢叫醒，而且待會兒不管道賢說什麼，都希望光球能配合演一下戲。光球有些無語，吐槽灰星居然還強迫他演戲，不過他還是照做了，開始輕聲喚醒熟睡的道賢。道賢猛地驚醒過來，有些懊惱自己怎麼偏偏在今天睡熟了。他急忙拉住灰星，追問有沒有幫他問那個最重要的問題。灰星搖了搖頭，示意自己還沒來得及開口。道賢深吸了一口氣，轉頭看向空中的光球，問出了他們最後的希望：真的沒有辦法讓他們2個人都活下來嗎？然而光球的回答卻徹底澆滅了他們的幻想。光球的回答非常冷酷，他直言這根本不可能，要麼其中一個人活下來，要麼2個人一起死。聽到這個回答，道賢沉默了，他死死攥着背角。過了一會兒，道賢抬起頭，語氣卻異常堅定。他說：“既然這樣，那他們就一起過完剩下的日子，然後到此為止。”他絕不接受用另一個人的死來換取自己的苟活，所以也不需要光球的幫助了。光球聽完嘆了口氣，說自己只是個調停者，既然他們沒有達成共識，他也不會強行干涉，只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後悔。說完，光球便消失在空氣中。病房裡重新安靜了下來。灰星看着身邊的道賢，輕聲叫了他的名字。道賢轉過頭看着他。灰星突然問他還記不記得上次光球說的話。他說自己剩下的時間大概也就只有3周到1個月了。道賢一聽急壞了，急忙拉住灰星，大喊着現在還來得及。可灰星卻只是低着頭，輕聲向道賢道歉。道賢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灰星為什麼要道歉。灰星神情凝重地解釋道，他不想成為一個糟糕的哥哥，讓道賢只留下失去的痛苦，但現在看来他似乎正在變成這樣的人。他知道接下來的日子會很難熬，道賢會感到無比孤獨和悲傷，甚至可能會因此怨恨他。聽到這裡，道賢大聲反駁，說自己絕對不會怨恨灰星，求他不要再說這種話了。灰星看着激動的道賢，只是溫柔地笑了笑。他輕輕拉住道賢的手，說只要道賢答應他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在未來重逢之前，一定要把餘生過得精彩。他希望道賢不只是勉強活着，而是要拼盡全力去尋找真正的幸福。聽到這些，道賢卻有些退縮了。他說自己根本做不到，因為沒有了灰星，他根本沒有力氣獨自面對生活。灰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笑着朝他伸出了手指，問他是不是說好了。
看着灰星堅定的樣子，道賢最終還是伸出了手，答應了這個約定。到了該離開的時候，道賢站在病房門口，有些遲疑的回過頭，他忍不住追問灰星：“明天他們還會見面的，對吧？”看着灰星沒有立刻回答，道賢故意開玩笑說：“哥該不會是打算不理他了吧？”灰星只是溫柔的叫了道賢的名字，祝他晚安，做個好夢。他還笑着對道賢說：“明天、後天以及未來的每一天都會過得無比幸福。”道賢也笑着回應說：“哥哥以後也一定會幸福的。”可誰能想到，這溫馨的畫面還沒維持多久，病房裡突然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灰星就這麼毫無徵兆地閉上了眼睛。道賢看着病床上的灰星，輕聲說道：“你這個騙子！”這其實是關於灰星的過去。從小到大，他似乎一直都是那個不受歡迎的人，孤兒院裡所有孩子都故意排擠他，連坐都不願意跟他坐在同一張凳子上。而他的出身更是卑微到了極點，在車站洗手间的隔間裡，那個被直接扔在馬桶蓋上的棄嬰就是灰星。可殘酷的命運根本沒打算就此放過他，在孤兒院最陰暗的角落，他經常被一群孩子圍在中間，拳打腳踢。那些人下手極狠，嘴裡還叫囂着讓他趕緊去死。那些惡童依然把他按在地上暴打，質問他既然都被領養了，為什麼還要厚着臉皮跑回來？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灰星自己也根本不知道。他看着那些施暴的面孔，眼裡只有麻木與困惑。那些領養他的大人總是這樣輕易地把他帶回家，裝出一副會照顧他一輩子善人的模樣。可每次到了最後，他又會被無情地徹底拋棄。對灰星來說，無論走到哪裡，自己都是那個被嫌棄的多餘者。生存就像是一片充滿惡意的叢林，他只能拼盡全力去掙扎，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為何活着。直到那一天，又有一對新夫婦主动找上門，說想要領養他。本以為這又是一場重蹈覆轍的悲劇，可灰星的人生卻因為這對夫婦的出現，開始發生意想不到的轉折。面對新的領養家庭，灰星直接開口拒絕了，因為在他看來，去到哪裡結局都不會改变。他不想再重複這種愚蠢的無謂期待。但那對夫婦並沒有放棄，反而表現得異常執着。他們帶着各種精緻的美食和玩具，一次又一次主動貼近灰星。面對這股源源不斷的溫暖，那個曾經像刺蝟一樣滿身防備的孩子，冰冷的心也開始一點點融化。那些早已被他親手丟棄的希望，居然在內心深處重新發芽。他甚至開始傻傻的憧憬，如果能和這兩個人生活在一起，以後也許真的能過上好日子。可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根本就不該抱有這種妄想。這天晚上，灰星抱着鮮花悄悄走進客廳。他注意到最近養父母似乎格外煩躁，但他根本不知道，即將等待他的是一場更加殘酷的絕望。他原本滿心歡喜地準備了禮物，以為養父母收到後會大喜過望，可還沒來得及推開房門，裡面就傳來了養母徹底崩潰的哭喊。他歇斯底里地叫罵着，吵着要把灰星立刻送回孤兒院。養母想不通，自己明明下定決心去愛他，可為什麼會如此厭惡這個孩子，甚至覺得和他待在同個屋檐下都渾身發毛。而養父為了面子，竟然提議把灰星當成空氣，隨便給點錢養到成年就行。這些惡毒的話語猶如重錘，砸碎了灰星剛剛建立的全部信任。他面無表情地把禮物扔進垃圾桶，獨自佇立在漆黑的走廊裡，一言不發。從這一刻起，那個渴望溫暖的孩子徹底死了。為了在這個冰冷的家裡存活下去，他決定戴上完美的偽裝，扮演一個絕不惹事的高智商乖孩子。既然在這個家裡得不到真愛，那他就要握緊所有能利用的籌碼，拼盡一切為自己爭取生存地盤。光是拿到滿分試卷遠遠不夠，他必須掌握一個能致命拿捏的底牌。就在此時，他注意到了養母一生最大的遺憾。這個女人年輕時渴望成為小提琴家，卻因天賦平庸，最終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淪為普通人。灰星瞬間找到了突破口，憑着自己天賜的頂級音樂悟性，他第一次拉響了小提琴。琴聲響起的剎那，養母整個人被徹底震撼到了。憑借超乎常人的瘋狂苦練，灰星如同一顆彗星般在樂壇轟然崛起，橫掃各大賽場，輕鬆拿下最年輕獲獎者的至高榮譽。隨着歲月流逝，當年那個單薄的孩子長成了翩翩青年，但他手中的琴弓卻一刻不敢停歇，因為對他而言，揮舞琴弓從來不是為了音樂夢想，而是為了在這個冰冷的家裡繼續活下去。可命運的重錘再次殘忍砸下，灰星被診斷出患有極其罕見的絕症，醫生冷酷地要求他必須立刻住院接受治療。局勢瞬間陷入絕境，因為這意味着他不得不親手放棄自己唯一的生存籌碼，也就是那把小提琴。其實對灰星來說，身患絕症也好，被這個世界徹底遺忘也罷，他心裡本來早就無所謂了。可唯獨到了要放下小提琴的關頭，他心裡卻無論如何也割捨不下，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把求生的籌碼居然變得如此沉重。不過到了現在，繼續糾結這些已經沒有任何意義。灰星親手調鬆了琴弦，把琴盒重重扣上，準備徹底放棄掙扎。可就在這個絕望時刻，命運卻讓他邂逅了那個叫道賢的孩子。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故事終於重回最初的起點。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心裡再也沒有留下一絲遺憾，反而覺得能遇到道賢這樣的落幕已經足夠圓滿。醫生死死盯着手中的檢查報告，整個人徹底傻在了原地。這在醫學史上根本無法解釋，簡直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根據最新檢測數據，道賢的身體指標正在以恐怖的速度好轉，就仿佛有某種神秘力量洗滌了他的肉體。不僅如此，道賢自己也能清晰感覺到過去那種隨時會被死神掐斷呼吸的劇痛與恐懼，如今已經蕩然無存。醫生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以道賢現在的恢復狀況，幾乎可以說是徹底痊癒了，繼續留在病房根本沒有意義。
回家休養反而更有利於恢復。听到這個消息，道賢眼中滿是不敢置信，低聲確認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出院了。醫生斬釘截鐵地回答：沒錯，你現在已經完全不需要繼續住院了。雖然道賢的身體奇蹟般康復，但醫生卻敏銳察覺到了一個更棘手的問題，那就是道賢徹底封閉的內心。自從灰星離世之後，道賢整個人就像被抽走了靈魂，不再像以前那樣沉浸在書本裡，每天不是面無表情地凝視窗外，就是長久地閉眼沉睡。看着道賢一天天沉淪下去，醫生終究放心不下，決定今天親自聯繫道賢的父母。醫生試探性地詢問他要不要先給家裡打個電話，道賢連頭都沒有抬一下，冷冰冰的一口拒絕，讓醫生直接聯繫即可。醫生無奈的長嘆一聲，也只能照辦。沒過多久，一輛出租車急剎在醫院門口，電話剛一接通，醫生就帶來了一個震撼的消息：被宣判死刑8年的道賢，如今竟然奇蹟般的痊癒了。聽到這個消息，母親一時間根本不敢相信，整整8年時間，她收到的全是病危通知書。可還沒等她從狂喜中緩過神，醫生的語氣卻突然變得沉重。雖然道賢的身體徹底恢復，但他的心理狀態卻極其糟糕，因為摯友灰星的離世，道賢整個人都陷入了無盡的陰影。醫生在電話裡嚴肅叮囑道賢現在最需要家人的陪伴。母親深吸一口氣，試探着詢問：孩子有主動提起過我們嗎？然而醫生的回答卻讓她如墜冰窟，道賢從未提起過任何家人。掛斷電話後，母親只能和丈夫商量出院事宜。為了照顧年僅9歲的道賢，他們決定讓母親獨自留在美國陪讀。可一想到即將開始的同居生活，母親的心裡就充滿了忐忑。這還是她第一次真正履行母親的職責。面對這個陌生的兒子，她心裡根本沒有任何底氣。收拾好所有的行李，道賢默默背上了小提琴盒，看着空蕩蕩的病房，他覺得這一切都像是一場夢。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了輕輕的敲門聲，房門被緩緩推開，多年未見的父母走了進來。看着眼前奇蹟生還的兒子，父母愣在原地，不知該如何開口。而道賢也只是靜靜地看着他們。病房裡安靜得有些詭異。突然，母親再也支撐不住，整個人直接癱軟在地上。這突如其來的崩溃把一旁的父親也嚇了一跳。看着眼前這個死裡逃生的兒子，母親的心裡充滿了無盡的愧疚。她不斷在內心質問自己，這些年到底都做了些什麼。父親深吸一口氣，打破了沉默，詢問行李是否已經收拾好。道賢只是乖巧地點了點頭。母親的防線徹底崩潰，她哭着向兒子道歉，痛訴自己這些年的虧欠。可在道賢心裡，他覺得這根本不是父母的錯，真正壞掉的是他自己的靈魂，父母對此根本無能為力。道賢面無表情地安慰父母，語氣平靜得讓人有些害怕。這冷漠的態度讓母親更加痛苦，她無法理解被拋棄這麼久的兒子為什麼連一絲怨恨都沒有。面對母親歇斯底里的質問，道賢的眼神裡只有迷茫。看着父母臉上痛苦的表情，他的內心甚至毫無波瀾。隨後一家人走出了醫院，在坐上出租車的那一刻，道賢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曾經總是坐着灰心的長椅，如今已經空無一人。看着那张空蕩蕩的長椅，道賢腦海中全是灰心的事，他在心裡默默做着最後的告別。哥哥，我現在要出院了。坐上車後，道賢緊緊抱住懷裡的琴，在那些痛苦和迷茫的背後，他感受到了一股殘留的溫度，那是灰心留給他的溫度，就好像那個已經離去的人正在溫柔地告訴他要幸福。可道賢心裡清楚，自己根本不配得到幸福。這時旁邊的母親注意到了琴盒，好奇地開口詢問。道賢輕聲回答是小提琴。開車的父親有些意外地看了眼後視鏡，詢問他什麼時候學會了拉琴。道賢將琴盒抱得更緊了，因為這把琴裡承載着灰心用盡一生練就的本領。雖然繼承了灰心的一切，但道賢的內心卻充滿了抗拒。他覺得自己是個小偷，根本沒有資格代替哥哥活下去。這時母親轉過頭告訴他，美國的房子已經安排好了，是個靠近海灘的安靜社區。聽到這個消息，道賢整個人都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反問，自己真的要去上學嗎？母親耐心地解釋，既然已經出院了，就該像個正常孩子一樣生活。而且他還做了一個決定，要送道賢去當地的小學讀書。看着車窗外飛速倒退的風景，道賢終於有了真實感，他真的徹底離開醫院了。可面對即將開始的全新生活，他真的能像普通人一樣融入嗎？一轉眼，一家人就來到了美國的新家。當道賢站在大門前時，還是被眼前的豪宅震驚到了，帶私人泳池的雙層別墅，甚至還有一個獨立的閣樓。父母小心翼翼地搬運着行李，語氣裡滿是討好與客氣。面對父母這般卑微的姿態，道賢只是冷冷地應了一聲。待他看完房間後，母親試探着詢問他的需求，道賢的回答依然冷漠而客套，直接讓氣氛降到了冰點。尷尬的父母只能讓他早點休息。可就在轉身離開的瞬間，母親卻突然停下了腳步，她帶着幾分卑微與期盼，輕聲詢問明天能否叫他起床。面對母親這小心翼翼的請求，道賢陷入了沉默。看着母親那局促不安的樣子，他知道自己必須去適應新生活，於是他輕輕點了點頭。看到兒子答應，母親終於鬆了一口氣。隨着房門輕輕關上，房間裡只剩下道賢一個人。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完全陌生的夜色，新的房子，陌生的學校，還有這偷來的人生。道賢很清楚，這一切都是灰心用生命換來的。可看着自己的雙手，他的心裡卻只有無盡的迷茫。從現在開始，他到底該怎麼活下去？清晨的陽光灑進新家，新的一天拉開了序幕。母親站在道賢的房門前，深吸一口氣，輕輕推開門。本想叫醒熟睡的兒子，
可眼前的景象卻讓他愣住了。道賢早已穿戴整齊，正規規矩矩地坐在床邊。為了打破這尷尬的沉默，母親笑着提議去商場買東西。道賢只是乖巧地應了一聲。一家人來到了繁華的商場。就在這時，他像是發現了什麼，整個人瞬間愣在原地。他在一家書店前停下腳步，看出兒子對書籍的渴望。父親主動承擔了採購任務，讓母親陪着道賢在書店慢慢逛。看着眼前琳琅滿目的書籍，道賢的眼中閃過興奮的光芒。這裡的藏書量非常驚人，遠比醫院的小圖書室大得多。他開心地在書架間穿梭，挑選着自己喜歡的科幻小說。可就在他抱着書轉身的瞬間，卻不小心撞上了一個人。這一撞讓手裡的書散落一地。道賢慌忙蹲下身去撿，還沒等他把書全部收好，頭頂就傳來一聲冷冰冰的質問。對方責怪他撞了人卻不道歉。道賢下意識地抬頭看去，這一看讓他整個人如遭雷擊。回過神來的道賢趕緊低頭道歉，這慌亂而誠懇的反應反而讓對方有些不知所措。其實這個高大的男生剛才是故意撞上道賢的，他只是看不慣道賢穿着一身名牌，在書店裡悠閒地晃來晃去，本想故意找茬看他出醜，沒想到道賢卻只是緊張和無措。看着眼前這個瘦弱的男孩，男生心裡很清楚，他們根本就是兩個世界的人，以後也不會再有任何交集。於是他有些不耐煩地擺了擺手，示意道賢可以直接離開。這莫名其妙的態度讓道賢一時間有些摸不着頭腦。還沒等他反應過來，母親就急匆匆地趕了過來。看到兒子安然無恙，母親懸着的心這才落了地。雖然剛才沒有上前插手，但看着道賢和陌生人起衝突，母親的心裡還是捏了一把冷汗。她真的很害怕兒子再次受到傷害。看着懷裡僅有的幾本書，道賢有些局促地詢問母親是不是需要放回去一些。母親卻笑着搖了搖頭，告訴他這些書根本不夠，新家1樓的書房還空着，得買更多的書才能填滿。聽到真的可以買下這麼多書，道賢高興的眼睛都亮了，立刻轉身又去多挑了幾本。買完書後，一家人來到餐廳吃飯。席間，母親突然提起父親今天下午就要坐飞機回國了。聽到這個消息，道賢有些意外地看向父親，父親有些局促地解釋道：“因為工作原因，他必須回國，但母親會留下來陪着他。”看着眼前的母親，道賢心裡有些過意不去，輕聲詢問母親：“為了陪他獨自留下來，真的沒關係嗎？”看着滿臉擔憂的道賢，母親溫柔地笑了笑，解釋說自己是自願留下的，讓他千萬不要有心理負擔。一轉眼就到了下午，一家人來到機場送行，母親輕聲叮囑丈夫路上小心，到了地方記得報個平安。父親拉着行李箱正準備登機，卻突然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他看着有些局促的道賢，溫柔地叮囑他要保重身體。隨着飛機衝向雲霄，父親的身影也徹底消失在視線裡。看着漸漸遠去的飛機，道賢的心裡五味雜陳。隨着房門輕輕關上，道賢疲憊地躺倒在床上。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太多，讓他感到有些吃不消。自從哥哥離開之後，日子就變得無比漫長。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真的能遵守那個約定，代替哥哥好好活下去嗎？看着角落裡的小提琴盒，道賢的心裡滿是愧疚。哥哥為了他付出了生命，而他卻住進了這麼好的房，他真的配擁有這一切嗎？一夜過去，新的一天很快到來。道賢來到了新學校的班級門前，講台上的老師拍了拍手，笑着向大家宣布，今天班裡會迎來一位新同學，希望大家能和他好好相處。聽到老師的招呼，教室的門被緩緩推開，道賢背着書包走了進來。面對台下幾十雙好奇的眼睛，他顯得有些局促不安。畢竟這是他第一次上學，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環境，他在心裡緊張地問自己真的能做好嗎？台下的同學們都好奇地打量着他，尤其是坐在座位上的簡，更是目不轉睛地盯着這個新同學。老師在一旁溫柔地引導，讓道賢向大家做個自我介紹。看着台下這麼多雙眼睛，道賢一時間有些恍惚。以前大家總是刻意避開他，這還是他第一次受到這麼多關注。他停頓了一下，終於緩緩開口，向大家介紹自己叫李道賢。道賢一板一眼地介紹着自己的住址，這嚴肅的語氣把台下的老師和同學都給整懵了。大家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在聽商業報告。好在老師反應快，趕緊笑着幫他打了個圓場。接着，老師指了指教室後排的空位，讓道賢先過去坐下。剛一到座位上，熱情的同學們就圍了過來。簡主動上前打招呼，還順便介紹了旁邊的捲髮男生倪基。面對大家的熱情，道賢一時間還有些局促。倪基雖然嘴上說着很高興認識他，還讓道賢叫自己的小名，但那眼神裡分明還帶着一絲傲嬌和打量。這新學校的同桌關係看來沒那麼簡單。還沒等道賢適應過來，他就已經被班上的女同學們包圍了。大家七嘴八舌地打聽着他新家，聽說那個社區全是大豪宅，甚至還有帶游泳池的。女同學忍不住好奇，問道賢家是不是也有泳池。道賢平靜地點了點頭，承認家裡確實有。這句話一出，旁邊的捲髮男生倪基直接坐不住了。簡也在一旁湊熱鬧，說倪基平時最喜歡游泳了，以後一定要找機會去道賢家玩。倪基表面上不說，心裡其實期待的不行。可誰能想到，面對大家的熱情，道賢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知道了。這反應徹底把倪基給整不會了，原本準備好的熱情直接被澆了一盆冷水。面對道賢冷淡的回答，教室裡的氣氛瞬間變得有些尷尬。之後他完全不知道時間是怎麼過去的，學校課程沒他想象的那麼特別。對於習慣了孤獨的他來說，這種熱鬧的社交反而讓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面對大家突如其來的熱情，道賢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真的配得到這樣的善意嗎？
放學路上，簡熱情地聊起大家的回家方式，還順口問道賢是不是有人來接。得知他媽媽會來接他放學，簡還覺得有些遺憾，畢竟這樣他就沒法和同桌一起坐校車了。不過旁邊的倪姬倒是一臉傲嬌地表示自己才不稀罕。遠遠看到母親已經在校門口等着了，道賢只能和新朋友們道別。看着大家揮手告別的樣子，道賢心裡突然有種說不出的滋味。看着他們離去的背影，道賢突然想起了之前的話，他有些猶豫地看着自己的手，也許他剛才應該主動開口邀請他們來家裡玩。走出校門沒多遠，道賢突然停下了腳步，他猛地清醒過來，自己到底在胡思亂想些什麼？那些善意的眼神和溫柔的聲音，差點就讓他沉溺其中。可一想到灰心，那個一輩子活在冷眼與厭惡中，最終英年早逝的大哥，道賢心裡就滿是罪惡感。如果自己在這裡心安理得地享受新生活，那灰心付出的犧牲又算什麼？回到車上，母親看着後視鏡裡低頭不語的道賢，原本滿肚子關於學校的關心，一下子全都卡在了喉嚨裡。兒子那無比陰沉的表情，讓他根本不敢多問一句。站在門外的母親終於下定了決心，與其一直活在過去的後悔裡，不如主動往前邁出一步。她輕輕推開房門，輕聲喚着道賢的名字。可一進門，她就看到道賢正緊緊抱着那個樂器包，整個人顯得無比孤單。明明兩人之間只有10步的距離，只要走過去就能碰到，可母親卻覺得兒子和自己之間隔了一道看不見的深淵。看着道賢落寞的背影，母親再也忍不住了，她快步走上前去，看着突然出現在門口的母親，道賢心裡咯噔一下，不知道他已經在那裡站了多久。其實他心裡很清楚，自己最近的反常表現根本瞞不過母親，但他還是希望這一天能來得晚一點。他最害怕的就是母親把自己關於灰心的記憶當成是一種需要被治癒的病。為了打破沉默，道賢主動開口問他有什麼事。母親看着有些防備的兒子，努力擠出了一個溫柔的微笑。他輕聲問他，一直悶在房間裡會不會覺得憋得慌，要不要出去散散步，順便熟悉一下周圍的街道。看着母親那小心翼翼的眼神，道賢一下子就明白了，母親其實是在假裝什麼都沒發現，用這種方式在遷就他。見道賢沒有回答，母親又趕忙提議，如果不喜歡散步，去海灘吹吹風也行。面對母親去海邊的提議，道賢還是拒絕了，他只想在附近隨便轉轉。為了不讓母親擔心，他特意提出想一個人走走。母親雖然有些不放心，但還是答應了，只是免不了又是一陣嘮叨。走在陌生的街道上，道賢其實並沒有什麼目的地，他只是想在外面多待一會兒，好讓母親覺得他正在慢慢好起来。可沒走多遠，他就有些吃不消了。長期住院讓他的身體變得非常虛弱，沒走幾步就有些體力不支。看着不遠處的凉亭，道賢打算過去歇歇腳，可就在他準備走過去的時候，腳底下卻突然踩到了什麼東西。一張奇怪的紙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道賢撿起地上的紙片，仔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這看起來居然像是一份劇本。還沒等他想明白，不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暴躁的怒吼，直接把道賢嚇了一跳。他順着聲音看過去，只見涼亭的長椅上坐着一個金髮男人，正煩躁地抓着頭髮。看着對方那抓狂的樣子，道賢心裡直犯嘀咕，難道手裡這份劇本就是這個男人掉的？坐在長椅上的金髮男人正趴在桌上瘋狂地寫着什麼，看他那咬牙切齒的表情，顯然是遇到了極大的瓶頸。突然他手裡的筆刷的停住了，整個人煩躁的大吼出聲。他痛苦地抓着頭髮抱怨，不管自己怎麼修改重寫，感覺就是不對勁。當初他信心滿滿的辭職，一心想拍出屬於自己的獨立電影，可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他無力地癱倒在長椅上，看着天空直嘆氣。就在他感到絕望的時候，他突然注意到了什麼。男人一抬頭，正好看到拿着紙片的道賢。他原本只是覺得這小孩挺上進，可仔細一看，整個人瞬間清醒了。那不正是自己掉落的劇本嗎？這可是他從未公開的新作。男人原本想上前要回來，可還沒等他開口，就發現道賢已經被內容深深吸引。按理說這種題材小孩不會感興趣，可道賢就這麼一頁頁看了下去，直到翻到最後一頁，旁邊的男人終於坐不住了。他一把湊上前去，急切地想知道道賢的評價。看來這部卡殼已久的劇本終於迎來了第一個讀者。既然看都看了，男人便順理成章地向道賢討要評價，畢竟這可是他費盡心血寫出來的東西。道賢有些不好意思遞到了歉，但男人根本不在乎這些虛禮，他只想知道讀者的真實反饋。其實男人心裡也沒抱太大期望，覺得這麼小的孩子能把故事大意說明白就不錯了。可誰能想到，道賢一開口就直接潑了一盆冷水，直言這劇本一點意思都沒有。這句話一出現，場的氣氛瞬間降到冰點，男人整個人都傻眼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還試圖給自己找補，覺得這孩子肯定是因為沒看懂。看着男人那備受打擊的樣子，道賢也有些不好意思，但他還是老老實實的承認自己確實不會說漂亮話。這下男人的自尊心徹底碎了一地，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精心創作的作品怎麼會得到這種評價。氣急敗壞的男人大聲追問，到底是哪裡不好看？道賢倒是一點也不客氣，直接指出劇本的節奏太慢，讓人覺得很無聊。男人這下徹底破防了，他急忙翻開劇本，指着其中一頁大聲辯解，這可是他最得意的一段感情。面對男人的指責，道賢卻顯得非常冷靜，他直接指出主角最後的選擇根本不合邏輯。男人當然不服氣，堅稱自己早就埋好了伏筆，覺得是這孩子看漏了。可誰能想到，道賢直接爆出了好幾個具體的場次，這下男人徹底懵了，覺得這孩子肯定是在瞎編，畢竟他才只看了一遍。結果等男人翻開劇本仔細對照，整個人
直接傻在原地。道賢說的居然全对。看着目瞪口呆的男人，道贤继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主角比任何人都渴望活下去，那他最後就不该選擇自我犧牲，而是应該逃跑才对。男人急忙解釋自己的設計，覺得主角的犧牲是一種充滿哲學的自我和解，甚至還嘲笑道賢年紀太小，根本不懂。這話一出，道賢可就不服氣了，直接反駁男人太理想主義，根本就不現實。這下兩人徹底槓上了，在街上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了起來，誰也不肯退讓半步。話不投機半句多，两人最後誰也不服誰，直接各走各的。可剛走沒多遠，男人就突然冷靜了下來，他有些哭笑不得，自己一個30多歲的大人，怎麼還真跟一個孩子較起勁來了？道賢走在路上，心裡突然有些過意不去，覺得自己剛才說話確實太重了，難怪那個男人會那麼生氣。想來想去，他還是決定回去跟男人道個歉。畫面一轉，來到了學校食堂，道賢正對着午餐發呆，整個人顯得心事重重。旁邊的尼基看他這副樣子，心裡又開始犯嘀咕，覺得他是在故意裝酷。好在簡比較細心，主動湊過來問道賢在想什麼。道賢這才回過神來，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了歉。看着道賢那副心不在焉的樣子，簡忍不住關心地問他是不是遇到了什麼煩心事。面對簡的關心，道賢猶豫了一下，還是說出了心中的煩惱。他坦白自己昨天和人吵了架，現在想去道歉，卻根本不知道該怎麼開口。簡聽完有些好奇，連忙打聽對方的身份，得知他竟然是和一個剛認識的大人吵了起來。旁邊的尼基心裡直犯嘀咕，覺得這新來的同桌果然是個麻煩人物。道賢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釋，當時對方因為他年紀小就輕視他，自己一氣之下才頂了嘴。現在想想，確實是自己太沒禮貌了。可沒想到話還沒說完，簡卻突然拍桌，而且情緒比他還要激動，直接義憤填膺的替他打抱不平。簡直接一把按住道賢，義憤填膺的說：“年紀小怎麼了？憑什麼輕視我們？”他態度堅決，硬是不讓道賢去道歉，覺得錯根本就不在他。這突如其來的熱情把道賢都給整懵了，只能跟着愣愣地點頭。旁邊的尼基看在眼裡，整個人徹底無語，心裡直吐槽：這倆人怎麼一個敢說一個敢聽？很快到了下午的美術課，老師在講台上宣布，今天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看着面前空白的畫板，道賢一時間有些犯難，不知道該從哪裡下筆。聽到老師說畫自己喜歡的東西，他握着鉛筆的手微微一頓，自己喜歡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隨着畫筆在紙上沙沙作響，那些被深埋在心底的記憶似乎又一次浮現了出來。看着逐漸成型的畫面，道賢的眼神也變得有些出神。美術老師剛走進教室，催促着大家趕緊回座，結果女孩突然大聲呼喊，說發現了不得了的作品。老師好奇地走了過去，當他看清道賢的畫作時，整個人直接愣在原地。雖然只是簡單的鉛筆素描，畫面裡卻流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溫柔與愛意。老師忍不住輕聲詢問，這畫裡的人究竟是誰？突然的提問讓道賢嚇了一跳，還沒等他開口回答，周圍的同學就全都圍了過來。大家看着眼前這幅畫，紛紛發出陣陣驚嘆，覺得這水平早已超越專業美術生。看着周圍越聚越多的人群，道賢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關鍵時刻，還是老師主動站出來幫他解圍，勸大家別圍在一起起哄。隨後，老師再次把目光投向畫作，輕聲追問畫裡的這個人到底是誰。看着畫裡那燦爛的笑容，老師心裡越發感到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人能讓道賢畫得如此用心？在老師的輕聲追問下，道賢終於小聲說出了名字，承認畫的是灰心哥。老師有些納悶，接着追問對方是不是家裡人。道賢搖了搖頭，老師這才反應過來，看來是道賢非常喜歡的哥哥。聽到這句話，道賢慢慢抬起頭來，承認自己確實非常非常喜歡他。他臉上掛着發自內心的笑容，那模樣簡直好看極了。周圍的同學直接看愣在原地，老師心裡更是無比驚嘆。此時此刻，道賢笑起來的樣子，簡直和畫裡的那個人一模一樣。回到家後，道賢獨自坐在書桌前，凝視着畫紙上灰心的肖像。可僅僅一幅素描畫，根本無法填補內心的空缺。不管看多少遍，心裡的思念也得不到半點緩解。他無力地趴在桌子上，滿腦子全都是灰心的身影。這種深入骨髓的思念，讓他感到無比痛苦。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還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每天都要承受這種折磨，那他寧願徹底放棄。就在這時，房間裡突然亮起一道強光，神秘的聲音憑空響起，質問他到底寧願怎麼樣。道賢被嚇了一跳，猛地抬起頭來，看着眼前突然出現的光球，道賢有些不敢置信地喊出对方名字。光球直接戳穿了他的心，問他剛才是不是在想自己寧願直接死掉。光球的話一句比一句扎心，直接戳穿了道賢不敢面對的現實。灰心為了救他，連靈魂都獻了出來，可道賢卻一心只想尋死，甚至把所有怨氣都記在灰心頭上，這簡直就是自私又愚蠢。這番狠話讓道賢當場愣住，難道自己真的做錯了嗎？明明是灰心先欺騙了他，把他一個人冷冷地拋在世上，憋在心底的委屈瞬間炸開。道賢終於大聲反駁，自己根本就沒想要過這種拯救。其實在他心裡，從來就沒想過要獨自活下去。與其靠着灰心的靈魂苟延殘喘，他寧願當年和灰心一起消失。可如今事情發展成這樣，背後的沉重代價到底該由誰來承擔？面對光球的指責，道賢心裡滿是委屈。既然灰心哥是個騙子，憑什麼只有自己要遵守約定？他大聲質問對方，自己難道真的錯了嗎？可這一次光球卻陷入了沉默。轉眼到了學校，道賢的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軌。這天在美術課上，簡注意到道賢一直沒有動筆，便主動湊過來詢問，明明之前畫得那麼好，為什麼今天不畫了？
道賢卻只是搖了搖頭，說自己其實對畫畫沒興趣，以後也不打算再畫了。聽到這個回答，簡吉德一把抓住他的手，直呼這樣太浪費天賦了。看着眼前的空白畫紙，道賢突然有些傷感。仔細想想，他竟然連一張和灰星的合照都沒有。既然這樣，那就用畫筆把那些回憶都記錄下來吧，哪怕這只是在自欺欺人，他也想留住和灰星在一起的每一刻。旁邊的簡湊了過來，一臉期待地叮囑道賢，以後要是畫了新作品，一定要第一個拿給他看。昨天道賢畫的那幅畫，真的讓人感覺特別溫暖。聽到朋友這麼誇獎，道賢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聊着聊着，簡突然一拍腦門，想起了道賢昨天說要去道歉的事，這下可把道賢給問住了。他光顧着發呆，把這茬給忘得一乾二淨。不過道賢還是決定今天就去找那個男人說清楚，畢竟自己當時的態度確實不好。聽到他這麼說，簡也十分贊同，覺得做錯了事情就該主動承擔。可看着熱情的簡，道賢心裡卻有些說不出的複雜。在道賢眼裡，簡是個特別開朗又善良的女孩，而且人緣極好，這讓他有些想不通，像簡這樣受歡迎的人，為什麼會主動接近自己？看着鏡子裡的自己，道賢心裡滿是自卑。和閃閃發光的簡相比，他只覺得自己既可憐又寒酸。放學之後，道賢還是來到了那個公園，遠遠的就看到了那個男人。此時男人正坐在長椅上寫着劇本，一抬頭正好和走過來的道賢對上了視線，氣氛一下子變得有些微妙。两人就這麼大眼瞪小眼，誰也沒有先開口，氣氛尷尬的讓人想摳腳。最後還是道賢主動打破了沉默，他有些局促地清了清嗓子，老老實實地彎腰鞠躬，為自己那天的無禮態度道了歉。這下輪到男人不好意思了，跟一個孩子計較已經夠丟人了，沒想到對方居然還主動來道歉，他頓時覺得自己這個大人當得太失敗了，於是也趕緊承認是自己太小氣。道賢卻覺得一碼歸一碼，不管怎麼說，自己大喊大叫就是不对。看着眼前這個真誠的孩子，男人心裡突然有了別的想法，他有些局促地按住手裡的劇本，吞吞吐吐地開了口，似乎有什麼話想問問這個孩子。男人有些不好意思地遞上了手裡修改過的劇本，吞吞吐吐地問能不能請他再幫自己看一遍。這下輪到道賢愣住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個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居然會這麼在意自己的意見。道賢遲疑了一下，還是伸手接了過來。其實利亞姆心裡憋着一股勁，自從上次被道賢毫不留情的批評，他特意熬了整整一個通宵來修改，這次他一定要證明自己的實力。看着道賢認真閱讀的樣子，利亞姆緊張的手心冒汗，他忍不住趕緊開口催促，詢問對方覺得怎麼樣，還強調一定要實話實說，千萬不用給自己留面子。可當他看到道賢臉上的表情時，心裡頓時咯噔一下，這種反應該不會又是寫砸了吧？一句太無聊了，直接讓利亞姆當場崩潰。他明明熬通宵改了那麼久，實在想不通到底差在哪裡。結果道賢緊接着來了個大反轉，說這其實是個絕妙的劇本，不僅刪掉了冗長無趣的部分，整體劇情也比上一版精彩得多。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大少爺以賽亞和出身貧民窟的小偷阿玉兩個身份懸殊的人相遇的故事。面對以賽亞無微不至的善意，內心扭曲的阿玉一開始只有厭惡，甚至屢屢用謊言傷害對方，拼了命想把以賽亞也拉進泥潭。但人心終究是肉長的，在一次次真誠的打動下，阿玉終於徹底卸下了心防。到了故事的最後，為了保護以賽亞，原本自私自利的阿玉甚至甘願拼上自己的性命。看着劇本的結局，道賢突然陷入了沉思。也許問題根本不在劇本上，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道賢有些為難地抬起頭，勸利亞姆還是去找別人看吧，畢竟自己實在幫不上忙。這話一出，利亞姆整個人都懵了，還以為道賢是討厭他的劇本，以後再也不想幫他看了。道賢趕緊擺手解釋，說這真不是劇本的問題，只是他自己沒辦法對主角阿玉的感情產生共鳴。聽到這個理由，利亞姆反而鬆了一口氣，他收起劇本，一臉認真地看着道賢，讓讀者感同身受本來就是作者的責任，他的目標就是寫出能讓所有人看懂的故事。看着利亞姆堅定的樣子，道賢的心裡似乎被觸動了一下。在利亞姆準備離開時，他忍不住主動開口詢問，下次什麼時候還能再見面？道賢把劇本遞了回去，勸利亞姆還是另請高明吧。可利亞姆根本不打算放棄，直言今天必須說服他。面對這個死皮賴臉的大叔，道賢也是徹底沒了脾氣，只能小聲嘀咕了一句，反正自己隨時都能過來。就這樣，原本只是一次偶遇，卻演变成了長期的拉锯戰。誰能想到接下來這段日子裡，涼亭裡每天都在上演大吵大鬧的戲碼。利亞姆只折滿桌子的修改稿，氣得大聲吐槽，說道賢的感受力簡直比枯樹枝還乾癟。道賢也毫不客氣地對了回去，說自己的共情能力好得很，讓利亞姆少來煩。兩人誰也不肯退讓，就這麼僵在原地。最後還是利亞姆先敗下陣來。遇到這麼個挑剔的小鬼，看來他的改稿之路還長着呢。利亞姆看着手裡的劇本，覺得以賽亞對阿玉的感情應該只是同情和憐憫。道賢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覺得以賽亞心裡其實還有一種優越感。聽到這個詞，利亞姆有些意外，要是按照這個思路改，以賽亞的人設可就要徹底推翻重來了。不知不覺，距離兩人和好已經過去了3周。這期間，他們每隔2-3天就會爭論一次，但在一次次的交流中，利亞姆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把道賢當成一個無理的小鬼，而是能平等對話的夥伴。僅僅3周時間，他就根據道賢的意見，把劇本從頭到尾重寫了6次。倒不是害怕改稿，只是這工作量確實有點讓人頭大。
對他來說，和道賢一起修改劇本的過程，就像是在親手建造一個全新的世界，這種成就感簡直讓人欲罷不能。既然已經體會到了這種樂趣，他就想把這個故事寫到極致，絕對不能留下任何遺。看着道賢一直沉默不語，利亞姆有些沉不住氣了，試探性的叫了对方一聲。聽到聲音，道賢慢慢抬起頭來，臉上露出了一個無比燦爛的笑容。就在這時，旁邊突然傳來了動靜，利亞姆下意識的轉頭看去，難道是有人過來了？原來是神父走了過來。以賽亞一看到他，立刻高興的迎了上去。神父有些好奇的問起：“以賽亞怎麼會在這裡？”以賽亞便大方的介紹起自己最近剛結識的新朋友。他笑着告訴神父，那個叫阿玉的孩子很喜歡吃餅乾，所以自己每天都會帶一些過去。面對神父的關心，以賽亞有些不好意思的擺了擺手，直說這根本不算什麼，反正家裡總是有多餘的。說到這裡，以賽亞的聲音低了下去，提到阿玉其實是個沒有父母的孤兒。他看着神父，認真的提起神父以前的教導，關愛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能讓阿玉感到快樂，無論要他付出多少，他都心甘情願。看着眼前的道賢，利亞姆整個人都看呆了，這演技簡直太瘋狂了。他突然意識到，道賢剛才那個微妙的表情根本不是什麼謙遜，而是一種胜券在握的滿足感。這孩子簡直就像有1000張面孔，僅僅是一個眼神的微調，就能把整個現場的氣氛徹底帶偏。更可怕的是，他甚至不需要做出什麼誇張的表情，就能達到這種效果。要是能把這種演技用鏡頭記錄下來，那拍出來的效果簡直不敢想象。如果能讓這個天才少年來當自己第一部電影的主角，那他的人生絕對會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着利亞姆一直盯着自己發呆，道賢有些疑惑地叫了對方一声，利亞姆這才猛地回過神來，急切地追問對方的名字。他這才反應過來，两人聊了這麼久，居然連最基本的自我介紹都給忘了。两人終於正式交換了名字，利亞姆也報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道賢一直背着的那個大包，利亞姆有些好奇地問起那是什麼。聽到道賢說是小提琴盒，利亞姆頓時吃了一驚，他忍不住追問道賢是不是打算以後專攻小提琴。畢竟在利亞姆看來，這麼有演戲天賦的孩子如果不當演員，那簡直是整個行業的巨大損失。可道賢卻搖了摇頭，坦白自己其實根本不會拉小提琴。這下可把利亞姆給整不會了，不会拉琴，那天天背着个琴盒幹什麼？道賢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釋，因為這是別人送的禮物，對他來說非常珍貴，所以才總是隨身帶着。聽到這個回答，利亞姆整個人就像被雷擊中了一樣，腦海中瞬間閃過無數個畫面，這孩子扮演的以賽亞，還有那個叫阿玉的孤兒，再加上這把不會拉的小提琴，所有的線索在這一刻全都串聯了起來。利亞姆興奮的簡直要跳起來，他終於知道接下來的劇本該怎麼寫了，靈感如泉湧般爆發，他立刻拿起筆在紙上瘋狂的記錄起來。看着利亞姆在長椅上瘋狂寫作，背着吉他包的道賢有些局促的走上前，試探着打了個招呼。可利亞姆整個人都沉浸在創作中，根本沒有理會。道賢有些無奈，只能打算先離開。誰知道他剛一轉身，利亞姆突然大吼一聲，直接把他嚇了一跳。利亞姆指着桌上的稿紙，情緒異常激動的大喊：“下周的這個時候就在這個地方！”他死死盯着道賢，大聲要求對方下周一定要來，而且是必須得來。看着眼前這個近乎瘋狂的男人，道賢整個人都傻了，甚至開始懷疑這家伙是不是寫劇本寫傻了。陽光灑在校園的草地上，道賢一個人安靜地站在一旁。剛才利亞姆那近乎瘋狂的咆哮還在他腦海裡不斷回響，讓道賢一時間有些發懵。就在這時，一顆足球緩緩滾到了他的腳邊，遠處的女孩高聲呼喊着道賢，催促着讓他趕緊把球傳過去。看着腳下的足球，道賢腦海裡瞬間做出了精準的判斷，從自己現在的位置算起，正好是20米。道賢在腦海裡飛快地計算着力道、空氣阻力和重力加速度，正準備起腳射門，結果就因為這一遲疑，球直接被尼基給斷走了。看着對手輕鬆破門得分，道賢這下徹底懵了。旁邊的女孩趕緊過來安慰他，讓他別放在心上，下個球再贏回來。接下來尼基就像開了掛一樣，接連突破防線，連續射門得分。靠着他的爆發，隊伍成功拿下了比賽。道賢卻疲憊地癱坐在草地上，累得直不起腰來。光靠書本上的知識，看來還遠遠不夠。道賢決定必須得把體能給練上去。看到道賢換上運動服準備出門，媽媽有些意外地問他要去哪。聽到道賢說要去外面的步道跑步，媽媽簡直不敢相信，畢竟這孩子以前一直住在醫院裡，現在居然主動提出要鍛鍊。雖然有些擔心，但媽媽還是叮囑他別太晚回來，要是累了就趕緊回家。走在熟悉的街道上，道賢看着路標，琢磨着今天是不是該換一條新路線。就在他沿着新路線往前走時，卻突然停下了腳步。順着新路線一路往前走，道賢居然來到了海邊。看着眼前波瀾壯闊的大海，他整個人都看呆了。這還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大海，心裡忍不住有些遺憾，要是能和哥哥一起來就好了。就在他四處張望的時候，突然注意到海面上好像有什麼東西。看着那個奇怪的黑影，道賢有些好奇地踩着海水走了過去。他一步步往前試探，想看清那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道賢一步步往海深處走，心裡正琢磨着要不要再往前試探，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大喊，尼基猛地撲了過來，一把將他死死拉住。對方急得不行，大聲質問道賢到底想幹嘛，怎麼好端端的要往海裡走。見道賢沒反應，尼基以為他想不開要幹啥事，抓着他就是一頓猛搖，直接把道賢給搖暈了，趕緊伸手喊停。尼基這才稍稍冷靜下來，連忙清了清嗓子，問他
到底入海要做什麼？道賢有些无奈的解釋，說自己只是看到海上有東西，想過去看個究竟。說着，他抬手指向了海面遠方，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海浪中居然真的立着一個奇怪的黑影。尼基認出海面上的黑影是一隻海獅，他有些納悶，這小家伙怎麼自己跑到這兒來了？既然都到這兒了，尼基提議過去看看。說完就直接往水裡走去。不過海浪有點大，在水裡走起來深一腳淺一腳的，特別費勁。尼基索性心一橫，反正身上都濕透了，不如直接游過去。他二話不說，直接一猛子扎進水裡，動作利落的朝海獅游了過去。這一幕可把岸邊的道賢看呆了。沒一會兒，尼基就游到了礁石旁。等道賢慢悠悠地走上礁石，尼基忍不住吐槽：明明可以直接游過來，幹嘛非要費勁用走的？面對尼基的質問，道賢有些尷尬地坦白，自己其實根本不會游泳。尼基聽完也是一陣無語，難怪平時上體育課的時候，道賢總是表現得像個運動白痴。不過現在可不是糾結這個的時候。尼基指了指旁邊的海獅，提議先想想怎麼處理這個小家伙。看着這只落單的小海獅，尼基有些好奇地蹲下身子，琢磨着他怎麼會獨自跑到這兒來。還沒等兩人商量出個結果，這只小海獅突然有了動作，他像是找到了依靠一樣，直接一頭扎進了道賢的懷裡，不停地撒嬌蹭着。這一幕可把旁邊的尼基看傻了，忍不住開玩笑說：這小家伙該不會是把你當成他媽媽了吧？道賢聽了也是哭笑不得，他溫柔地抱住小海獅，耐心地勸他趕緊回家，畢竟他的爸爸媽媽肯定在到處找他。看着小海獅懵懂的樣子，道賢又輕聲問他還記不記得回家的路。小海獅像是聽懂了一樣，叫了2聲之後便轉身游回了大海深處。看着小家伙離去的背影，兩人这懸着的心總算是放了下來。既然小家伙自己游回去了，他們也就不用費勁送他回家了。不過海風一吹，尼基凍得直打哆嗦。道賢見狀，趕緊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尼基身上，雖然衣服也有些濕了，但好歹能擋擋風。尼基有些鬱悶地問：難道只有自己覺得冷嗎？道賢笑了笑說：其實他也冷，只是還能忍得住。兩人踩着濕漉漉停不下的鞋子往回走，走着走着，道賢突然叫住了尼基，他很真誠地向尼基道謝，謝謝他今天的幫忙。尼基有些不好意思，嘴硬說這沒什麼，反正小海獅最後也是自己回去的。但道賢卻搖了搖頭，說自己謝的不僅僅是這個。他提起剛才尼基毫不猶豫衝進海裡救他，這份心意他其實都記在心裡了。聽到道賢這句真誠的道謝，尼基直接愣在了原地。不過他嘴硬的毛病又犯了，轉過頭傲嬌地表示，既然想謝，那就以後一直謝下去好了。看着尼基這副口是心非的模樣，道賢一個沒忍住，直接笑出聲來。這下尼基可炸毛了，急得大喊是不是在笑話他。道賢趕緊解釋說只是覺得他很可愛。尼基一聽更不樂意了，大聲反駁自己這叫酷，跟可愛根本不沾邊。不過等道賢濕漉漉的回到家，這副落湯雞的模樣可把家裡人嚇壞了，急得大聲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已經過了上課時間，道賢看着旁邊空蕩蕩的座位，心裡忍不住直犯嘀咕，這家伙今天怎麼還沒來？就在這個時候，簡一臉熱情地走了進來，主動跟道賢打招呼。可看到道賢眉頭緊鎖的樣子，簡有些擔心地湊上前去詢問他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難事。道賢無奈地嘆了口氣，說尼基今天居然沒來學校。聽到這個名字，簡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吐槽起來，說那個笨蛋今天感冒請假了。原來昨天尼基不僅偷偷溜出去，還大冷天的跑去海裡游泳，結果直接把自己凍感冒了。聽到這個消息，道賢心裡頓時咯噔一下，他無比愧疚地看向簡，終於還是咬牙說出了實情。其實尼基會跑去海裡，全都是因為要救他。聽完道賢的解釋，簡整個人瞬間愣在原地，他怎麼也沒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會是這樣。不過簡還是有些想不通，既然是為了救人，尼基回家為什麼一個字也不說？結果還被他媽媽狠狠臭罵了一頓。接着簡轉過頭，開始沒完沒了的數落起道賢，責怪他明明自己不會游泳，居然還敢往深海裡走，這要是出點意外可怎麼辦？面对簡的嚴厲訓斥，道賢自知理虧，只能老老實實的低頭聽着，心裡充滿了自責。看着道賢這副愧疚的模樣，簡的語氣也終於軟了下來，提議放學後一起去探望尼基。聽到這個提議，道賢有些遲疑地抬起頭，問自己真的可以一起去嗎？簡笑着表示當然沒問題，反正他平時也經常去尼基家，而且這個時間尼基的姐姐娜莎應該也在家。聽到這個陌生的名字，道賢有些好奇地問娜莎是誰。簡解釋說娜莎就是尼基的親姐姐。可誰能想到兩人剛走到尼基家門口，大門就突然打開了，一個熱情的女聲從裡面傳了出來。娜莎立刻熱情地迎了出來，抱怨簡最近怎麼總不過來玩。接着姐姐突然想起了什麼，好奇地問簡今天帶過來的朋友在哪。道賢這時候主動站了出來，很有禮貌地跟姐姐打了個招呼，自我介紹說是尼基的朋友，今天特意過來探望他。看到這麼文靜又有禮貌的道賢，姐姐直接當場看愣了，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家那個皮猴一樣的弟弟居然能交到這麼乖巧的朋友。簡看着姐姐半天沒有動靜，有些納悶地問她怎麼了。姐姐這才猛地回過神來，趕緊招呼兩個人快點進屋，說外面天氣太冷，可不能讓客人一直在門口站着。簡熟落地帶着道賢進了屋，姐姐一邊在前面帶路，一邊告訴他們尼基這會兒正在房間裡躺着，昨晚燒得特別厲害，他實在想不通這大冷天的弟弟怎麼會跑去海裡。姐姐越說越覺得生氣，直言等尼基病好了，非要狠狠收拾他一頓不可。聽到這裡，道賢心裡更加不是滋味了，他突然停下了腳步，叫住了準備上樓的姐姐。在姐姐疑惑的目光中，道賢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了實情。其實
尼基是為了救他才不顧一切跑進海裡的。這下輪到姐姐徹底懵了，她怎麼也沒想到事情居然還有這樣的內幕。道賢低着頭，有些愧疚地解釋起來，自己當時因為好奇海面上的東西，不小心越走越深，尼基是為了拉他上來才感冒的。姐姐聽完道賢的解釋，臉上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合着自家那個調皮弟弟身邊就沒一個讓人省心的朋友。姐姐一邊領着大家上樓，一邊有些好奇地追問：“那你們在礁石上到底看到了什麼？”道賢如實回答：“其實是一隻落單的小海獅。”聽到海獅和這兩個孩子的組合，姐姐的心當場就被萌化了。道賢趕緊抓住機會替尼基求情，懇求姐姐等會兒千萬別怪罪尼基。看着道賢這副可憐巴巴又無比真誠的模樣，姐姐哪裡還頂得住，直接被這波可愛攻勢徹底擊沉，想都沒想就一口答應了下來。見危機順利化解，旁邊的簡趕緊偷偷給道賢比了個大拇指，誇他這波神操作直接救了尼基一命。姐姐笑着指了指走廊盡頭的房間，讓兩人趕緊進去看望尼基。簡帶着道賢輕輕推門進屋，尼基正躺在床上咳個不停，一看到簡走進來，他剛想掙扎着打個招呼，結果一聽說連道賢也來了，尼基整個人直接炸毛了，指着道賢大聲質問他怎麼會在這裡。道賢好脾氣的解釋，說自己是聽說他病了特意來探望，可尼基根本不領情，心裡還一直記恨着昨天的事，覺得道賢昨天在海邊是在嘲笑他。看着尼基這副態度，簡在旁邊都有些看不下去了，趕緊數落他怎麼能對客人這麼沒禮貌。道賢見狀趕緊開口解釋，說昨天其實是個誤會，自己當時笑並不是在嘲笑他，反而覺得他昨天救人的樣子超級酷。聽到道賢這麼真誠的誇獎，尼基整個人都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的反問，自己真的有那麼酷嗎？道賢非常肯定的表示，當時衝進海裡的樣子真的超級帥。听到這麼直接的誇獎，尼基這下徹底沒轍了，傲嬌的表示，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這次就大方原諒你了。見誤會順利解開，道賢也終於鬆了一口氣。看完病，道賢和簡準備道別離開，叮囑尼基好好休息，學校再見。簡也在一旁打趣，說這病樣樣的樣子可一點都不適合他。走到門口，姐姐趕忙叫住了兩人，熱情地邀請他們留下來吃晚飯，想把新朋友介紹給即將回家的父母。不過簡懂事地婉拒了，覺得尼基還在生病，他們留下來大吃大喝不太合適，等下次大家都在的時候再聚。姐姐聽完覺得很有道理，索性決定開車載着兩人回家，一路上都在感謝他們今天特意來看望。姐姐一邊開着車，一邊熱情地叮囑道賢以後常來玩，一定要和尼基一直做好朋友。看着姐姐那溫柔的側臉，道賢能真切地感受到，尼基其實一直被家人深深地愛着，這份善意全是因為他們太在乎尼基了。這溫馨的一幕也勾起了道賢心底深處的回憶。在他的記憶裡，媽媽雖然工作非常忙碌，但每天都會親手為他準備便當，每天早上溫柔地叫他起床，無論上學還是放學，媽媽總是會帶着溫暖的笑容迎送他。正當道賢沉浸在回憶中時，車子已經緩緩停在了家門口。道賢回過神來，禮貌地跟姐姐道謝告別，隨後推開車門走了下去。可還沒等他走遠，身後突然伸出一隻手，一把拉住了他。簡湊到他耳邊，小聲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他其實早就知道，道賢和尼基之前並不熟，之所以費盡心思拉近關係，就是不想讓道賢產生誤會。尼基要是真討厭一個人，根本連理都不想理，他越是嘴硬，反而說明心裡越想交這個朋友。在簡的心裡，兩個人都是他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真的很希望他們倆能成為好哥們。看着車子緩緩駛遠，簡的那句重要的朋友一直在道賢耳邊回響，長這麼大，這還是第一次有人這麼鄭重地對待他。這溫馨的滋味一下子勾起了他埋藏在心底的記憶。當年在病房裡，灰心哥也曾這樣拉着他，勸他不要只是為了活着而活着，要去爭取屬於自己的幸福。可在這個平靜的下午，怎麼會突然想起灰心哥的這句話？看着車子漸漸遠去，道賢一個人站在路邊，不知怎麼的，他現在並不想直接回家，索性走到旁邊的公園，在長椅上坐了下來。就在他安靜發呆的時候，兜裡的手機突然震動了一下。道賢有些疑惑地拿出手機，屏幕上赫然顯示着一條新消息，發件人是利亞姆，而內容只有簡短的幾個字：劇本完成。道賢尷尬地打了個招呼，對面的利亞姆早已興奮到了極點，直呼自己為了這一刻等待太久。他迫不及待地把劇本塞了過來，催促道賢立刻翻閱。看對方這副急不可耐的模樣，道賢壓下滿腹疑問，翻開那本凝聚了無數心血的劇本，認真看了起來。仔仔細細看完整個故事，道賢由衷讚嘆這劇本確實極其精彩。聽到如此高的評價，利亞姆頓時樂得合不攏嘴，得意洋洋地自誇起來。可片刻之後，他突然收斂了所有戲謔的神情，無比鄭重地向道賢道謝。這突如其來的嚴肅讓道賢大吃一驚。利亞姆解釋說，若沒有道賢帶來的靈感碰撞，這個故事根本不可能降生。甚至在道賢驚詫的目光中，他拋出了一個極其驚人的決定，要在作者署名欄上正式加上道賢的名字。聽到要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聯合作者，他一時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畢竟在他看來，自己不過隨口給出了幾條微不足道的建議，可利亞姆的態度卻無比堅決，坦言沒有這些關鍵建議，劇本絕不可能有如此靈魂。他有些遲疑地發問，這樣做真的合適嗎？利亞姆笑着擺了擺手，表示既然共同探討了這麼久，共同署名就是理所應當。見對方如此真誠，他也微笑着收下這份厚禮，鄭重道謝。
在這個安靜的下午，看着眼前局促抓頭卻格外坦蕩的利亞姆，兩人的默契在不知不覺間又深了一層。拿着沉甸甸的劇本，道賢心中隱隱升起一絲落寞，以為劇本完稿之後，兩人在公園相聚的日子就要告一段落。他忍不住輕聲詢問：“以後是不是就不會再來公園了？”利亞姆聽完大笑起來，這才反應過來忘了交代最關鍵的大事，劇本完稿不過是序幕，接下來就要正式開啟籌備拍攝。就在道賢以為對方要四處避波選角尋找場地時，利亞姆突然收起了笑容，目光死死鎖定道賢，隨後掷地有聲地拋出重磅邀請，要讓道賢來擔綱整部電影的男主角。這突如其來的邀請讓道賢瞬間愣在當場，根本沒想到自己會直接走向鏡頭最中央。回到學校的課堂上，道賢的思緒完全深陷在那個邀約裡，拖着腮幫子頻頻發呆。台上授課的老師很快察覺了他的異常，當場點名要他站起來回答難題。可道賢沉浸在腦海的劇本中，根本沒聽見呼喚。旁邊的簡焦急萬分，趕緊在底下悄悄推了他一把，小聲念叨他的名字。道賢這才猛然驚醒，慌忙站起。好在他平時底子扎實，掃了一眼題目便準確給出了答案。見他認錯態度十分誠懇，老師笑了笑便不再追究。道賢這才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利亞姆那句劇本為你而寫，只有你演才算完整的聲，依然在道賢腦海裡反復回響。面對零表演經驗的顧慮，利亞姆曾斬釘截鐵地鼓勵他，說他天生就是當演員的料。就在思緒越飄越遠時，耳邊突然傳來一聲高聲喊叫，瞬間把道賢拉回現實。他猛然發覺自己正坐在嘈雜的食堂裡，手裡還呆呆拿着用餐的勺子，身旁的簡和尼基正死死盯着他，忍不住抱怨大家早吃完了，就等他一個人發愣。道賢有些不好意思，小聲問對方是不是一直在等自己。在食堂裡分享完食物後，道賢回到了畫室，可看着眼前的空白畫布，他的心卻徹底亂成一團，畫筆在畫布上胡亂塗抹，最終只留下一片雜亂無章的線條。自從那天利亞姆發出邀約，道賢的心思就再也無法平靜。他本想乾脆直接拒絕，可利亞姆那句“你其實熱愛表演”卻像魔咒般縈繞心頭。糾結許久之後，道賢終於做出了決斷。他掏出手機給利亞姆發去消息，約對方出來當面攤牌。在溫暖喧囂的咖啡館裡，道賢看着眼前的利亞姆，沉聲拋出了自己的決定，他願意接受邀請參演電影。這話一出，利亞姆高興得差點當場跳起來，直誇道賢做出了最明智的選擇。然而道賢緊接着開出條件，指名道姓要出演角色的居然是阿玉。這句話猶如晴天霹靂，讓利亞姆笑到一半的表情直接硬生生掐住。因為在他的劇本規劃裡，以賽亞才是專門為道賢量身打造的主角，可道賢偏偏挑了個截然相反的。面對利亞姆震怒與茫然交織的眼神，道賢態度無比堅定，表明自己唯獨只要演阿玉。整套籌備計劃被瞬間徹底打亂。看着道賢那張清秀的臉，利亞姆心裡直犯嘀咕：這長相明明就是活脫脫的以賽亞，怎麼偏偏要去演阿玉呢？他忍不住問起原因，道賢回答說自己只是想更好的去理解阿玉。看着道賢那堅定的眼神，利亞姆知道這小子是鐵了心不肯讓步了。既然勸不動，利亞姆索性提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兩人來打個賭。他給道賢1周的時間去準備，只要1周後道賢能演活他心中的阿玉，這個角色就歸他了。但要是演得不行，道賢就要乖乖聽話去演以賽亞。利亞姆心裡算盤打得啪啪響，反正不管結果如何，他都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男主角，這波穩賺不賠。看着道賢那一臉猶豫的樣子，利亞姆卻突然反問他是不是對自己沒信心。這話一出，氣氛一下子變得微妙起來。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道賢也沒再猶豫，一口答應了這場賭約。道賢拿到完整劇本後，做了一個決定，他強迫自己忘掉之前和利亞姆的所有討論，把腦子徹底清空，像個局外人一樣去重新審視這個故事。一遍不行就2遍，他就這麼反反复复的讀，直到把每一個字都刻進腦子裡。接下來就要靠想象力了。道賢閉上眼，開始在腦海中勾勒劇本裡的世界。那是一條陰暗潮濕的窄巷，地上滿是煙頭和垃圾，牆上畫滿了亂七八糟的塗鴉，空氣裡就像彌漫着一股霉味。就在這個死寂的角落裡，一陣腳步聲突然傳了過來，到底是誰走了進來？在道賢想象的窄巷裡，一個穿着黑色連帽衫的男孩正低着頭往前走。他看起來只有10歲出頭，因為長期生活在贫民窟，身體顯得有些瘦小，雙手防備地插在口袋裡。道賢主動走上前去，輕聲叫出了他的名字阿玉，並關切地問他今天感覺怎麼樣。可男孩只是冷冷地轉過頭，問他到底是誰，讓他別在這套近乎。說完，男孩便繼續往前走，直接把道賢晾在了原地。道賢沒有放棄，又在後面大聲問他早上吃了什麼。沒想到男孩這回倒是毫不猶豫地回答，說自己沒吃早飯。道賢緊接着又追問他穿了什麼顏色的襪子。這下徹底把男孩給惹毛了，他猛地轉過身，憤怒地質問對方到底是誰，讓他滾遠點。道賢倒也不生氣，只覺得這家伙今天心情不太好，就像畫家反復調整顏色一樣。道賢在腦海中一遍遍修改細節，終於拼湊出了一個完整的阿玉。等這個角色的輪廓清晰之後，道賢開始把它放進各種場景裡去模擬。試的次數多了，他發現自己和阿玉的想法越來越像。他索性不再區分自己和角色，任由兩人的界限變得模糊，直到最後，那個腦海中的阿玉被他帶進了現實。當道賢推開門準備去上學時，母親轉過頭想叮囑他幾句，可一看到道賢的眼神，母親整個人都愣住了。看着眼神完全變了的道賢，母親有些結結巴巴地開口問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
道賢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没怎么，便頭也不回地徑直走了出去，只留母親尷尬地站在原地。等到了学校，簡正在興致勃勃地跟同學聊天，可道賢卻一反常態地低着頭，整個人散發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氣。簡注意到了他的不對勁，扭過頭髮覺他根本沒在聽自己說話，便小聲喊了他的名字，問他到底有沒有在聽。道賢極其敷衍地應了一聲。簡環想關心地問他是不是太累了，沒想到道賢語氣生硬地頂了回去，說自己不是都已經回答在聽了嗎？這突如其來的暴脾氣把旁邊的簡和倪基全給嚇傻了。倪基像看陌生人一樣看着他，道賢這到底是怎麼了？怎麼就像完全變了個人一樣？看到道賢突然發脾氣，旁邊的倪基實在看不下去了，直接站起來質問他到底在發什麼瘋，為什麼要對簡態度這麼惡劣？面對倪基的指責，道賢卻顯得異常冷漠，甚至覺得無比煩躁。在他眼裡，旁邊委屈的簡和眼前大吼大叫的倪基都顯得極其愚蠢。他甚至在心裡升起一股強烈的厭惡，覺得周圍的一切都煩透了。可就在氣氛降到冰點的時候，道賢卻突然換了一副面孔。他主動轉過頭，微笑着向簡道歉，問他這樣是不是好多了？這突如其來的轉變讓簡整個人都懵了。一轉眼1周的時間就過去了，利亞姆走在路上，心裡一直在打鼓。他實在拿不準道賢這1周到底準備的怎麼樣了。畢竟在他心裡，劇本裡的以賽亞完全就是為了道賢量身定制的，要讓他去演性格完全不同的阿玉，怎麼想都覺得懸得很。可還沒等利亞姆理清頭緒，抬眼就撞見了前面的道賢，他順口喊了一聲對方的名字。可當道賢轉過身來的那一刻，利亞姆整個人當場愣在原地，眼前這個人的眼神和氣場哪裡還是平時那個溫和的道賢？利亞姆甚至一開口就不自覺地喊出了阿玉的名字。看着眼前徹底變了個人的道賢，利亞姆倒吸了一口冷氣。看來這短短的1周裡，道賢給自己準備了一個天大的驚喜。道賢遞過劇本，自信地表示自己今天贏定了。利亞姆看着他這副自信的模樣，直言自己可不會因為他年輕就放水。道賢卻一臉平靜地回答，不管怎樣，結果都不會改變。利亞姆笑了笑，翻開劇本問他準備了哪一場，可道賢卻指了指他手裡的那一頁，說就演那一頁就行。這話讓利亞姆有些不敢相信，難道這小子在短短1周裡把整本劇本都背下來了？為了驗證，利亞姆直接挑了第33場戲，問他能不能演。道賢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隨着道賢閉上雙眼，他瞬間進入了狀態。畫面一轉，來到了下午的大教堂。道賢扮演的阿玉正一步步走向長椅上的以賽亞，他用顫抖的聲音緩緩開口，說自己是來懺悔的。可他覺得自己根本不配得到救贖，而眼前的以賽亞是他唯一的傾訴對象。阿玉死死抓着以賽亞的手，聲音裡充滿了無助與擔憂。他害怕一旦說出真相，自己就再也得不到神明的原諒。阿玉緩緩低下頭，說出了自己無法饒恕的罪行。他違背了誡命，逃離了那個家。他看着以賽亞痛苦的控訴，父母在自己最弱小、最無助的時候，狠心的把他扔在了冰冷的街頭。被拋棄後，養父母對他同樣不管不顧。為了在殘酷的街頭活下去，他只能去偷別人的錢來填飽肚子。靠着這些骯髒的錢，他才勉強活到了今天。說到這裡，阿玉的情緒徹底爆發，他歇斯底里的大聲質問以賽亞：像自己這種滿身罪惡的人，到底憑什麼得到原諒？還沒等以賽亞從震驚中回過神來，阿玉的眼神瞬間變得無比陰鸷，低聲呢喃着自己更可怕的貪慾。每當看到以賽亞乾淨整潔的衣服，還有那雙擦得發亮的皮鞋，阿玉心裡就忍不住泛起瘋狂的嫉妒。他痛苦地質問自己，是不是惡魔？是不是早就已經身處地獄？他突然死死攥住以賽亞的手，逼迫對方給他一個救贖的答案。他死死盯着眼前的人，歇斯底里地喊出以賽亞的名字。那個曾經善良的少年，此刻徹底被黑暗吞噬。道賢扮演的阿玉露出了陰冷的笑容，他像一條毒蛇般死死逆襲纏住以賽亞，要將對方一起拖入無底深淵。表演結束，全場一片死寂，利亞姆整個人都看傻了。他怎麼也沒想到道賢能把角色的瘋狂演得如此淋漓盡致。利亞姆無奈地嘆了口氣，只能心服口服地承認自己輸了，當場宣布這個角色歸道賢所有。雖然贏下了這場對決，但道賢的心跳卻久久無法平靜。道賢很快平復了心情，這可是他第一次憑實力贏來的勝利，難怪內心會如此激動。還沒等他多想，利亞姆就哈哈大笑着湊了過來，興奮地嚷嚷着接下來有的忙了。臨走前，利亞姆大聲叮囑道賢，讓他回去一定要跟父母商量簽合同的事。聽到這句話，道賢卻犯了難，他不知道該怎麼跟家裡人開口。等他回到家，母親已經做好了晚飯，正溫柔地迎接他。道賢應了一聲，說自己洗個手就下來吃飯。看着母親臉上洋溢的笑容，他知道母親今天心情很不錯。等他規規矩矩地坐在餐桌前，這反常的禮貌讓母親有些發愣，畢竟平時他總是無精打采的。道賢在心裡糾結了很久，終於鼓起勇氣開了口，說自己有一個請求想拜托母親。平時悶聲不響的兒子主動開口，母親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表示只要他想要都會滿足他。見母親鬆了口，道賢深吸一口氣，說出了想法，他想要去演電影。聽到這話，母親瞬間愣住了，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他忍不住再次開口追問。道賢看着母親的眼睛，語氣無比堅定地重複了一遍自己想要去演電影。母親停下了手裡的動作，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以前的畫面。道賢從小生病住院的時候，就總是捧着書旁若無人的念台詞，把表演當成唯一的遊戲。看着眼前優秀的兒子，母親覺得如果不讓他去演戲，那簡直是莫大的損失。他興奮地拉着道賢，開始語無倫次地幫他規劃未來，問他
要不要報個專業的表演班，甚至要幫他去打聽試鏡的機會。面對母親這突如其來的狂熱，道賢有些哭笑不得，他連忙打斷了母親的滔滔不絕。看着滿臉興奮的母親，道賢有些尷尬地摸了摸鼻子，隨後拋出了那個讓母親徹底石化的真相。其實他已經通過了試鏡，並且拿到了耀眼的角色。